他们所用的剑都一样，大行律例禁止裁军册上的人私斗。那是为了剑会特制的无风玄铁剑，剑尾开刃，为的就是绝对的公平。倒是颇费苦心。丁宁是哪一位？找我？找你？明明是你对我们下了挑战书，我才来此处的。我什么时候要挑战你？姐夫兄，是我替你找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挑战谁了？是我让他去找的。那日你跟谢长胜的一架打得太没意思，我便让他去帮你找几个对手来，一来让你练练手，二来也让为师开开心。你这也找的太多了吧？加油！在下陆夺风，位列81。这两位分别是位列86的周写意和列91的辛建离，或许你应该有些印象。我为什么要对排名在我之后的人有印象？猖狂！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弘养书院为什么会把你排在我们前面？口舌之劳无用，你我凭剑说话。大师兄，帮我留下那2柄无风玄铁剑。师弟，你决定好了？有问题，自然是要解决的。可是，师弟你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无风玄铁剑呢。我让你留剑，一是因为你是师兄，二是因为你总是婆婆妈妈，所以在这种场合公然出声，能让你变得决断一点。你师弟此话有理，快去。诺师傅，稍等片刻。陈兄且慢，可否借2柄无风玄铁剑一用？啊，在下青藤剑院白杨洞江离。若是决斗之用，想必没有人会拒绝借剑。多谢陈兄。哎呀，体力有限，恕我只能跟你们其中1人对决。余下2位若有什么不满，可以找我的小师弟。哎，这天真来啊！看来，你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不堪，只是方才陈柳峰战胜范无缺，已证明着裁俊册上的位置，并非真的代表着强弱。我不和你打。我跟周写意打。什么？为什么选我？我这个人出身市井，比较市侩，没有好处的事情，在我看来都比较无聊。我排名在你们之前，赢了你们那是应该，输了，不仅丢了颜面，更会成为你们的垫脚石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还不清楚吗？即便是挑夫的苦力，也没有白费的力气。就这种对决，自然是要有点彩头喽。你真以为赢定了我？想赌什么？你若输了，我要看周家的血意残卷；你若赢了，我让你看薛洞主的笔记。哼，既知道我墨园周家的血意残卷，方才竟然还说对我们没印象。知道血意残卷未必知道你的排名。这小子好猖狂！相传血意残卷虽只有泼墨写意的图画，没有任何文字，但若观卷之人有幸能够从中
悟到不同的意境，便会习得不同的见识。然而，墨元周家历代天分最高的人，也只不过悟出了其中的3式。你父亲给你取名周写意，自是希望你能多悟出一招半式。你看过的书，知道的事情，倒还真是不少。我们之间，无论输赢，都以1日为限。我若赢了，即便看上1日的写意残卷，也未必能悟出来什么。可你若看上1日薛洞主的笔记，那收获可不小。这份赌约，怎么看怎么是让着你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便谢了你这份美意。走。请。走，师哥，咱们看看吧。走。我就喜欢他这样不讲道理的自信。师弟从去年才开始修行，现在排名虽然靠前，却只是3境下品的修为。这周写意已然是3境上品的修为。哎呀，实在想不出师弟能赢的道理啊！姐夫兄会说，我们自然认为不会，但绝大多数人恐怕都抱着和我们相反的想法。那是方才范无缺落败的剑，你不觉得晦气？用剑者，首先便要尊重剑，哪里有什么晦气的剑？剑即为命，你应该清楚。没有败，何来胜啊？想用这样的言语来扰乱我的心境吗？恐怕只有江湖斗狠时，才会用这样的方法。开始吧。看他能有多厉害！白羊剑符经，好快！丁宁真的很强，就凭此剑意，排在裁军册上已然不逊。故意露出破绽，引周写意施展黄云斩赤匣的剑势，再借机突袭。周写意反击用力过猛，反而不及。这是白羊剑符经中最为繁杂的3道剑符之一，没想到师弟竟运用得如此之快。你这痴儿，平时用残剑尚且快，用好剑岂不是更快？师傅，徒儿愚笨。写意残卷第1式，江山如画。这是白羊挂角。白羊挂角是白羊剑经中最平凡的一式，然而又是最不平凡的一式。其剑意中最重要的不是调角，而是隐忍和相抵。
避其锋芒，伺机而动。姐夫赢了！姐夫赢了！姐夫！高手啊！我岂会败在您手中？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更何况我们之间还有赌约。你想要什么时候去我家墨园看血衣残卷？越快越好。那便今日。好。丁宁，真非常人，我确实不如。丁宁经常说你妇人之仁，婆婆妈妈。你建议当中却多了一份犹豫。仁义须有，但看对谁。用剑之道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你若与比你差的人比试，你很容易就取胜；但如若与和你差不多功力或修为，在你之上的人比试，你又多了一份犹豫，那如何取胜啊？师父，难道我做人、用剑都不成吗？是都有问题，但是人性难改。我希望在我闭眼之前，能看到你将剑意里的那一份犹豫去掉。师父，您放心，徒儿一定尽力做到。哎呀，你们这修为比我姐夫兄高都打不赢，丢不丢人呢？真是没有想到他这么厉害。丢人哦！你的剑多是你自己的领悟，还是薛洞主的笔记？很多人看得明白，却用不出来。师父，我要去墨园看血衣残卷。姐夫兄，我能去吗？谢长生，这血衣残卷，岂是什么人想看就能看的啦？去！我听说你们墨园很旧，若是我出钱修缮的话，如何？你以为什么人都能为钱财折腰吗？住口！父亲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有时候为钱财折一下腰，亦无不可。有的谈。既然犬子已然赌输，让外人进院参悟血衣残卷，倒也不在乎多上几名外人。若是诸位少年才俊真能从我周家血衣残卷中悟出些精妙见识，将来建功立业，倒也可以传为美谈。多少斤？1人10000金。万金！这也太多了吧！成交。谢。不必算我。听说墨园景色不错，待会儿我去看看景色便是。薛洞主一代宗师，自然不需要再看我周家残卷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出发吧。
儿想出去了。见过母后。禁足府中让你受委屈了。闲来无事，初儿也在府中修身养性。只不过陆山会盟在即，初儿到时候希望能解禁，陪伴父王一同前往陆山。那日大殿一事，明显有备而来，定是有人妒忌你太子的身份，想离间你与父王的关系。陆山会盟在即，禁足，倒可避免一些不可预料的暗涌，也不失为一件好事。初儿不必难过，将来你可是要接替你父王做明君的。我虽非你生母，却待你视如己出。无论如何，定把那幕后之人给你找出来。待风波过去后，让你父王还你自由。蓉儿在我身边多年，可堪信任。你若是闷了，找她切磋。见过殿下。谢母后。只不过初儿一直不解，初儿一向与人为善，奈何我不犯人，人却偏偏来犯我。你这份单纯，倒颇有治世明君之风。只是这宫里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记住一句话：凡事要懂得忍，更要懂得等。不要问我什么时候来的。今日的决斗是岷山剑会第一战，我岂能不来？只是我没有想到，那丁宁会在3人中选择了你。败在狄静修士手中，的确是羞辱。我倒希望你能学学那酒铺少年，荣辱不惊。至岷山剑会，尚有些时日，回去之后，你便闭关吧。诺，父亲。一场胜负不足为提，我真正在意的是，那少年以血衣残卷为赌注，看来是有备而来。既然如此，为何父亲不毁了那份赌约，拒绝他们入园呢？我们周家世代参悟血衣残卷，花了多少时间？纵是老祖这些年都不曾悟得，仅仅一日，几个毛孩能看出些什么？原来父亲是这般安排。你就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姐夫兄，你又让我惊喜了一次啊！你如果再叫我姐夫，我就把你给踹下去。哎，别！哎呀，我知道你是不能娶我姐的，但是我叫你姐夫兄呢，是让你与我更亲近一点。姐夫兄，哎，姐夫兄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与那个周写意对战，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替你约战吧？你是看中了周家的血意残卷？哎，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花了这么大的价钱，就是赌我一定有所图。如果我真的只是一时兴起呢？我没所谓啊，我姐看上的人，看上的东西，自然是很值钱的。在文字还没有记载的年代，记录修行之法的都是一些绳结、符号和图画。虽然记载的方式并不相同，但是鲜有人能悟得其意。血衣残卷，看上去就是一幅山水画，有山水之韵，却未必有山水之形。加之
又是一幅残卷，便很难领会当时宗师留下此物的真意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你的钱，怕是白花了。周云海之所以同意，他就是觉得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我们什么都看不出。皇上，那儿在殿上妄言的宫女，似是中了贤国的蛊毒。贤国？没错，此毒可侵入心神，一旦发作便形同傀儡，言行举止皆受他人控制。此人内脏糊涂，瞳孔浑浊，一切病症皆与中蛊吻合。可找到下蛊之人？此蛊来源甚远，剑天司正逐一排查往返横弦两国的商队与客卿。皇上，子汉在贤国多年，想必熟识很多懂得蛊毒之人。不如让他在那查探一下。南宫商的案子如何了？南宫商的确死于魔石剑法。但与之前独孤侯死时相比，此次的伤口更为圆滑。他的修为进展如此之快，只从伤口看，凶手在2次作案间对魔石剑法的掌握更为精进，又或者是兵器更为趁手。也许，凶手不止一个人。看着寡人，梁惊梦如果还活着，想必已经进入8境了。他跟寡人比试，谁输谁赢？自然是皇上。传人一事，剑天司悬案许久。1个月之内务必结案。诺。这周家墨园，跟我想象中的差太远了。嗯，你看这水脏的啊，你看这花都死了，这地方太破了。真要是修这里的话，我估计我那数万金都不够啊。你若有心多给一些，我倒也不会拒绝。没有。周家墨园果然非同凡响，我便到此为止，随便找一处备壶热茶便是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陪薛洞主到书房小憩。你便带他们去看吧。诺，父亲。薛洞主，这边请。各位，请。这墨园的确神奇，所有东西都非黑即白，看上去好不真实。这里的黑白，只是被某种气息所浸染，就像法阵的力量，引起了光线和色泽的变化。你又怎知，平日里看到的色彩，不是虚妄？哼。
只是一副残卷，就如一个大型法阵一样，引起这样的变化。怪不得就连那些至高的人物，都想要借着血翼残卷一关。那右上角缺失的，不只是那座蛋山的一个角，大江的一段尾巴。在蛋山之侧，还应该有更为重要的东西。那应该是一颗星辰，或者是一轮寒月。这份残卷本不应该残到这种地步。那一角上的某些部分，应该是被周家的那个人故意挖去了。这血翼残卷也看不出什么呀。哎，只能看不能摸。啊，不摸，不摸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切！哎，大师兄，你看出什么了？没有。你呢？介夫兄，你看出什么了？哦，我有些疑惑，想去外面静一静。你们先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是，看来周家许多代的修行者对血翼残卷的领悟，也不过如此。那么多人都已经死了，甚至都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你却还活着。薛望虚和梁连那一战之前，风鸣死了一名修行者，他是内史司的南宫商，他死于魔石剑法。此人名叫丁宁，在梧桐落酒铺卖酒为生。加油！虽然资质极佳，却是罕见的阳亢难返之身。没有修为。这是玫瑰，那是桂花。你很紧张吗？因为你有心事啊？王上
对你虽有所试探，却也只是他自己的心结。凶手的修为进境神速。方才我禀报之时，心中无端想起一个人，我想请你帮我试探他。近日风鸣修为进益神速的，似乎只有一个人。哎，杰夫兄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没看到什么，好像有2座山，一座山稍微大一点，一座山稍微小一点。你若只是看到了2座山，你便只去看那2座山，不要太贪心。2座山都多，你看这2座山，哪个地方最清楚，你就只看那处。别想着能纵览全局。师兄有何难解之处？从最简之处观，这幅画卷最简之处在上端，线条极疏，像是几朵白云。可这白云的细线却是极其的难懂。明明感觉出有真意，却又感觉不出到底是什么。唉，这1日的时间显然是不够。若有数月时间，肯定会有所参悟。师兄果然天赋不凡，已有所领悟。只是这白云，看似只有外形，下端淡却有水意，淡线虽平，却有向下之意。貌似这白云就将化为雨。师弟，果然是雨，不是云。血翼残卷，果然不凡。薛洞主座下高徒，才真是不凡。你刚才看得这么入迷，又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一条江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幅残卷上有许多东西，但我只能看到这条江。这很正常，每个人的性情与喜好不同，修为不同，看到的自然也不会相同。我父亲也说过类似的道理。我想着若能有所悟，我便只在这条江里寻找最吸引我的东西。这种做法是对的。故作高深，
我劝你别误人子弟。没想到竟有这样的参悟方法，更未想到，风鸣的年轻人竟有这样的眼光。老祖，您不会就是周老前辈吧？谁？周家老祖周荣墨？你不是死了吗？谢长胜，无妨，老而不死，正是老朽。我刚才恰好听到你点拨他的话，连我都有茅塞顿开之感呐。且容我胡乱猜测一二，难道之前接连有人在这画中悟道，都和你有关？看来我没有猜错。难道你真的能看懂全图？我哪里看得懂全图？我只是借势而已。借势？我只是在他们看到的基础上面引发猜想，然而他们都有所悟，我却什么都没有悟到，甚至连一招剑势、一道符意我都领悟不到，又怎么看得懂全图呢？师弟啊，刚才可能都是因为你帮我们去想了，自己没有时间好好领悟。若不然，以你的天赋，怎么可能会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参悟到呢？能引申别人所见，这也是一种惊人的天赋啊。可惜呀，我的修行之路遇到了严重的关隘。你可否愿意花些时间陪我前去一观？老祖面前，丁宁岂敢？或许你的想法能为我的修行之路注入心血。丁宁实在不敢班门弄斧啊。悟道岂分先后，且你刚才已经说过，人各有所长，悟道最重要的是机缘。你在这里没有什么所得，或许在我那里能有所收获。既然如此，丁宁便恭敬不如从命。好，随我来。真希望师弟此番又能有些特别的际遇。是他。丁宁，看到了什么？好似一轮弯月，有剑意。
周家历代有那么多的修行者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在第一次就看到弯月。我在参悟这幅画的时候，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一角。我用了上百年的时间，去参悟它。这其中不仅蕴含着强大的剑经，还蕴含着强大的真元修炼之法。月亏则转满，月盈则转亏。或许这轮弯月缺掉的那一块，才是最重要的。